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她是一个将豪情和才气完美结合的女作家，生离死别，爱恨纠缠，她的一生又充斥着怎样的情感波折？我的青春在延安，燃烧的青春，丁玲。1936年初冬，陕西省洛川县以北，一队骑兵在黄土高原上奔驰，马蹄扬起滚滚黄尘，其中的一骑骏马上乘着一位女子，她的装扮看起来和战士们毫无分别。这个骑在马上的女子名叫丁玲，没人了解她心中有多么的向往陕北，更何况他刚刚从南京的国民党特务手中逃离，他恨不得一眨眼就能到陕北，见到毛主席和其他的革命同胞。而中共中央呢，也非常重视丁玲的到来，所行之处都做了非常周密的安全保护。丁玲一行人呢，就这样奔赴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此刻，迎着劈面而来的凛冽寒风，丁玲全身使劲压在马鞍上，紧紧地勒着缰绳，心里只转着一个念头：无论如何不能掉下来。要知道，这可是他第一次骑马。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就才学习到骑马的要领。就没有马了，就从炕上炕下跳上跳下的练习。就把这个马这个缰绳拉着，抓着马鬃，压着马两个腿夹紧这个马肚子，心想千万别掉下来。骑了2天马，又骑了好几天的毛驴，丁玲一行人才终于辗转到达了陕北洪都保安。所有的机关，中共中央机关、中央军委、中央苏维埃政府，都住在这个一个山坡窑洞上。我母亲去了以后嘛，就住在中央联络局，就住在那个平房里面。丁玲被热情的同志们迎进了一间最大的窑洞。原来在窑洞里面早已准备了一个茶话会来隆重地欢迎她。她进去的时候，就看见周恩来坐在窑洞的门槛上，就从门槛上站起来，就说欢迎你。整个这个招待会，周恩来都坐在那个门槛上，这给我母亲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个伟大人物又极其平凡的这样一个形象的印象。丁玲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第一个从大城市来的作家，她的到来成为当时红军苏区的大事。毛泽东也去了，一进窑洞门的时候就说：“我们的女作家在哪儿呢？”这是我母亲迎过去，毛泽东就说：“丁玲同志，我们欢迎你。”丁玲此刻只有一个念头：到家了，真的到家了。尽管这离距她生活的城市上海有千里之遥，她也从未来过。我母亲呢也被邀请在会上讲了话。这个欢迎会上的气氛这么和谐，这么亲密，她心情很激动。他自己说喋喋不休的把他的经历、把他的追求、把他的希望，都在会上向这些中央领导同志都讲了。在丁玲看来，这是一个充满朝气的地方，到处洋溢着积极向上的革命气氛。不久，他就被这种气氛所感染了。
早在陕北啊，丁玲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其实呢，早在几年前，很多党内人士就已经听说过了丁玲的大名了。那么在人们的眼中呢，丁玲她是一位充满着才情和勇气的女子。1909年，辛亥革命前2年，湖南常德女子师范学校新来了一位31岁的女学生。这件现在看起来很平常的事情，当时却轰动了整个县城。那个年代，特别是在湘西这比较封建、比较守旧、比较闭塞的这个地方，像女子去进学堂，这是很新鲜的事情。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位女子还带着4岁的女儿一起入学，自己读成人班，女儿读幼稚班。女子名叫蒋胜梅，而那个和母亲一起入学的小女儿，就是后来的丁玲。1922年初春，上海南城都路辅德里一栋2楼2底的石库门房子里，迎来了一批年轻的女学生。原来这里是当时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和李达秘密开办的一所学校，用来培养妇女干部。由于当时中共在上海的活动是地下的，因此学校是以上海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开办的平民女校。其中有一个来自湖南的18岁女孩，她登记在册的名字是蒋冰芝。平民女校不仅是在这里办学，而且是那个党的秘密接头的地点。有的时候党的会议就在这儿开。所以呢，我母亲那时候就认识很多当年的早期的共产党员。3年后，一个极富热情、正做着文学之梦的青年作家走进了丁玲的心。这个人就是胡也频。1925年，胡也频和丁玲一起搬到北京，共同生活。这期间，在胡也频的影响下，丁玲也开始写作。花样青春，他们是黄土高坡上的一抹亮色；风华正茂，延安是他们魂牵梦绕的故乡。蓦然回首，重温宝塔山下的峥嵘岁月。传奇中国重磅出击，我的青春在延安系列节目即将播出。1927年，蒋冰芝创作的小说《梦柯》得到小说月报编辑叶圣陶的赞赏，以丁玲的笔名在头条发表。不久，沙菲女士的日记又以头条发表，让丁玲一举成名，轰动文坛。1928年春天，胡也频和丁玲移居上海。2年之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2个月之后，丁玲和胡也频一起加入了左联。1930年11月，丁玲呢，她生下了一个男孩。正当丁玲和胡也频刚刚尝到为人父母的快乐的时候，胡也频被推举为参加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可谁也没想到，他这一走啊，却再也没能回来。就在胡也频准备动身前往瑞金的时候，却在秘密接头地点意外地被捕了。
同时被捕的还有林玉南、柔石、殷夫、冯羌等人。我母亲们那个时候就心想，一定得救他。为了营救胡也频，丁玲四处奔走，找到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任职的邵力子。那么邵力子就说：“怎么卷进这么大一个案子里面去了？”他说：“我给张群，就是上海市的市长，写一封信，你赶快不要停留，赶快到上海去找他。”就在丁玲从南京乘火车赶回上海的这天夜里，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后院，胡也频和柔石等人一同被杀害，他们被称为左联五烈士。凄厉的枪声震撼了中国，也击碎了丁玲最初的爱情。我所有的力量、心计，都为应付国民党的阴险恶毒已经耗费尽了。你们是一支队伍，是无数亲密的好同志在一起，在大太阳底下与敌人斗争。你没有体会到我独自一人在黑暗中1分钟、1秒钟、一点一滴地忍受着煎熬。胡也频被害后，丁玲决定完成他的遗志，到苏区去。可是党组织考虑到当时的局势，决定让丁玲留在上海，主持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的工作。在担任《北斗》杂志主编的那段时间呢，丁玲是强忍心中的痛苦啊，广泛团结知名作家，培养青年作者，为反击国民党文化围剿、发展革命文艺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期间呢，他还结识了来自美国的史莫特莱，同样身为女人，他们一箭投机。可是就在人们认为丁玲开始振作起来的时候，丁玲却突然失踪了。1933年5月的一天，一群人突然闯到丁玲在上海公共租界的住所，硬是将丁玲绑架了。绑架丁玲的正是国民党当局。这一绑架事件引起了国内外社会人士的强烈抗议。蔡元培、邹韬奋、林语堂、叶圣陶、郁达夫等38位知名人士致电南京政府，要求放人。宋庆龄也致电南京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要求营救丁玲。世界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等也表示抗议。迫于舆论的压力，国民党特务机关把丁玲囚禁在南京。丁玲被捕之初，社会上一度疯传丁玲已经殉难。鲁迅先生还写了一诗《悼丁君》：如庆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倒九球。遥色凝尘清苑绝，可怜舞女要高秋。丁玲呢，名气很大，又是个女作家。国际国内啊都有很大的影响。国民党当时呢不敢杀害他，前后3年转移了几个地方，他当然呢精神很苦闷。在各方人士的呼吁下，国民党也没有确凿证据，只好放人。3年的囚禁生活使丁玲断然一切，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到陕北去参加红军。得到批准之后，他剪掉一头长发，踏上了人生的另一个征程。1936年到达宝安5天之后，丁玲就召集文艺座谈会，并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协会一成立，他就在中共中央的报纸《红色中华》上创办了《红中副刊》，这是党报的第一个文艺副刊。发刊词中，丁玲写道：
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但我们也不要忘记使用另一样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支笔。革命的健儿们，拿起你的枪，也要拿起你那一支笔。但是丁玲并不满足只在后方用笔做武器，他想到前线去做一名真正的战士。谈话当中，毛泽东就问他说：“你打算干什么？”我母亲就回答：“当红军。”毛泽东就很高兴，说：“那很好。”就这样，满腔激情的丁玲在保安只停留了12天，就自告奋勇奔赴前线。每天行军都是70-80里路。那么他从小到大也没一天走过这么多路，而且都是山路，那山很崎岖。接下来的冬天，他马不停蹄奔走在前线，走访了大量红军高级将领。彭德怀、杨尚昆、任弼时、贺龙。脚上走出泡来，就拿一根针，沾上油穿过去，这个泡第2天就好了。所以，这都是老红军的办法，行军的办法，他也就照办。在七七事变之后呢，延安组建了西北战地服务团。随着八路军总部前往抗日前线进行宣传工作，丁玲被任命为团长。1937年9月，丁玲率西北战地服务团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前线。他们深入部队演出，鼓舞士气，进行战地采访和报道，向当地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协助地方组织救亡团体。去友军演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按照道理，丁玲到解放区也就是将近1年的时间，然后就要领这么一批人。这一批人呢，好多又都是从城市来的一些有艺术气质的人，所以性格也不太一样。丁玲自己本来是一个有个性的作家，但是现在他是团长，他要把这一团人都凝聚起来。那后来呢，根据好多人的回忆看呀，他们都对丁玲印象特别好了，真是把丁玲当作一个大姐的那种，有什么事情都去跟她谈，互相之间有一些什么矛盾了、不愉快了，丁玲也会去跟他们很耐心的了解。这是一张丁玲在前线期间拍摄的照片，她身穿的大衣是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后缴获的战利品。照片上的丁玲看上去意气风发，在她的带领下，西北战地服务团随八路军总部辗转数千里，成绩卓著，声名大振。丁玲的名字也随之受到中外新闻界、文化界的广泛关注。1941年，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创刊了，丁玲担任文艺副刊的主编，这是第一个党报副刊，也是延安作品发表的主要阵地。在丁玲任主编期间呢，文艺副刊发表了100万字的作品。丁玲的生活好像已经恢复了平静，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年轻人却闯入了他的感情生活。在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期间，一个同团的年轻人已经对丁玲的气质和风度倾慕已久了。这位年轻人就是宣传股的负责人陈明。口口声声都叫这个丁玲主任啊，
陈明当然也觉得丁玲呢是一个也很不幸，一个女人呢在这个前线啊，也需要有人能够很照顾她啊，安慰她，保护她，所以他经常也是给丁玲一些照顾。另外，丁玲对陈明也有好感。陈明呢，他有一些胃病，有时候胃疼，那么呢，丁玲呢，主动的买一些东西送给他吃啊。1938年夏天，西战团圆满完成任务，回到延安后，陈明和丁玲之间的关系很快引来了一些议论。虽然延安是解放区，大家呢对这种个人的婚姻爱情会比较尊重，但是呢，他们两个的这个爱情还是有点超出常规嘛，对吧？所以呢，一方面可能会有一些人议论，背后议论，觉得陈明去攀了一个大作家，对吧？那另一方面呢，也会觉得丁玲怎么找了那么一个年轻的丈夫，对吧？所以对他们两个内心来说，实际上压力是比较大的。年龄、地位、资历、经历，每一条似乎都是横在丁玲和陈明之间的鸿沟。旁人的风言风语啊，对陈明也有影响。后来呢，他去了前线，就跟一个叫席萍的女演员闪婚了。回到延安之后，陈明带着自己的新婚妻子去见丁玲。丁玲表面上是热情接待，可是呢，当陈明一走，这个眼中的泪水啊，才止不住的往下流啊。陈明通情达理的妻子察觉到了丈夫内心的真实情感，看出丁玲与陈明相爱如此之深，于是她心平气和地与陈明结束了这短暂的婚姻。1942年2月，春节放假的日子里，延安兰家坪的一间窑洞里，苦练了5年的丁玲和陈明终于结合了。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请客吃饭，两人手牵着手，幸福地走在延安的街头。这一年，丁玲38岁，陈明25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了。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土地改革的指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开始了。丁玲和陈明参加了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他们在华北地区的一个名为温泉屯的小村子里住了下来。当时的目标是去东北，但是后来由于这个国共的内战起来之后，去东北就走不成了，就干什么呢？正好就留在这个华北这个地方去参加土改。这座纪念馆是温泉屯整个村子里最著名的建筑。60多年前来到村子的女作家依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人家那会儿呀，相当于是把狗胖嘟嘟的，人穿着垒球鞋，办公嘞，就是点着呢，没有雾灯，就是那小了灯，办的工。我们是，那会儿是没病，这些人员该保护的。丁玲感到，每一位农民在土改中都有一段典型的经历，他好像发现了一座宝藏。丁玲萌生了一个想法，要写一部关于土改的小说，
记录发生在中国农村的这些巨大变化。等到他离开这个村子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小说里的人物在他的脑海里已经活动起来了。他说现在就缺的是，一张桌子，一本稿纸，一支笔，只要他坐下来就可以写。少在桑干河上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1958年，丁玲被打成了右派，在北大荒度过了风雪飘摇的12年。期间呢，陈明是一直陪在丁玲的身边。1979年，丁玲回到了北京。1979年11月，他参加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4次代表大会，并且当选为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这一年，他75岁。就是这样一位年近耄耋的老人啊，在接下来的7年当中，又发表了100万字的作品。1986年3月4日，丁玲因病逝世，终年82岁。而他那些充满女性独立意识的文字和对革命满腔的热情，永远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当中。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传奇中国，我是大威，再见。